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凭借一丝直觉，打开了陆远航的手机，撞破了他的秘密，他劈腿了。我约了那个叫林瑶的女孩子出来见面，开门见山，我直接开问：“你认识陆远航吧？”他脸色微变，点了点头。认识，他是我的未婚夫。他双手握紧面前的咖啡杯，食指轻轻摩挲着那颗崭新又闪耀的订婚戒指。发现了他的小动作，我戏谑一笑，举起戴着订婚戒指的手。未婚夫？怎么，陆远航现在是未婚夫批发中心吗？他眸子里泛起波澜，声音柔弱。我知道陆远航有女朋友，但我们真的相爱。我已经怀了他的孩子。我心中有些愕然，更多的却是怀疑。怀孕了，真是出好戏，可惜你的演技差了点。他掏出一张怀孕报告单，递给了我。这是医院的证明。接过那张证明，超声检查结果赫然显示着怀孕时间是1个月前，也就是陆远航偷走我的研发成果的时间。现在连他的种都在他体内扎了根。林瑶看着我，眼里的泪珠蠢蠢欲动。我们是真心相爱的，我的孩子不能没有父亲。求求你离开他。够了，把你们之间的所有聊天记录拿给我看。我打断他，心底升起的怒火逐渐无法遏制。他不敢置信地望向我，表情间夹杂着惶恐、怯懦，但终究还是颤抖着，将手机递了过来。我翻看着屏幕上的信息，每一条都如同针尖，刺在曾经的信任上。看到最后，我的心不再是愤怒，而是被一股决绝的失望所取代。很好，我声音露出的冷漠，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你们很般配。我的声音冷得透彻，看林瑶的眼神只剩下彻底的鄙夷。我站起身，摘下手上的戒指，告诉陆远航，他欠我的，我会让他加倍偿还。朋友圈里，林瑶晒的那条玫瑰金手链，跟3年前陆远航跟我第一次约会时送我的那条一模一样。那时的他笑嘻嘻地捧着礼物盒子对我说，那是他打了3份工，省吃俭用了5个月才存够钱买的。我嗤笑一声，笑陆远航的无耻，给女孩送的礼物连心思都不肯多花一点，也笑自己的天真，连这种小伎俩也曾深信不疑。陆远航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出卖了我，窃取了我的公司的研发成果，害我被污蔑侵权，巨额赔偿缠身，成了行业的过街老鼠，全是人的笑柄。又劈了腿要跟别人结婚。但他不知道的是，我其实是苏晨科技掌门人的女儿。海外名校毕业后，我拒绝了老爸让我回家继承家业的要求，默默隐瞒了身份，曾妄图凭一己之力证明自我。在痛失我一手打造的成果之后，我清楚地看到了人心的丑陋。既然陆远航无情，既然我已无退路，那么让我们看看，最后谁能笑到最后。陆远航，你的小丑行为将由我亲手终结。苏晨科技掌门人千金学成归来的消息霸占头条的时候，我遇到过的形形色色的人的电话如潮水般打过来，尤其陆远航的电话像被打开的水龙头，源源不绝。我挂断了他打来的所有电话，拉黑了他的号码。他又不死心地撺掇我之前的合作伙伴们来求见我，替他传话。我一一回绝，谁也不见。为了庆祝我回家，父亲特意给我招了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做秘书，说让我好好培养我的第一批心腹。小姑娘敲了敲我办公室的门：“苏总，陆先生他又在楼下等您，说是必须跟您见一面，向您道歉。”
我抬眼看了他一眼。第几次了？秘书面露尴尬。第5次，苏总。真是够可笑啊！我心里想，叫上保镖，跟我走。我要让他再也不敢踏入苏晨科技的大门。陆远航捧着一大束玫瑰花，穿着我送给他的定制西装站在楼梯口。一看见我走出电梯，他眼神立刻充满了哀求。陈哥，我知道错了，请你动手。我没有给他说完话的机会，让身后的4个身材魁梧的保镖出动，强行将他按倒。其中一位手握剪刀，剪碎那套碍眼的西装。秘书则在一旁将那些被剪下的碎片抛向空中。陆远航那上一秒还皮笑肉不笑的脸，立刻随着衣料被剪碎而扭曲的变了形，手忙脚乱的挣扎，试图捂住衣不蔽体的尊严，却像个跳梁小丑般被保镖死死按住，动弹不得。围观的人群爆发出哄堂大笑，手机摄像头和快门声此起彼伏，无疑这一幕很快就会成为网络上的热点。够了！我对正扔得起劲的秘书挥了挥手，丢出去。从遍地狼藉的马戏中收回目光，我驱车来到了父亲精心为我准备的回归发布会的现场。发布会现场灯光璀璨，我身上的白色高定礼服在镁光灯的闪烁下炫目得夺人眼球。我正对着密集的麦克风回答各种提问时，发布会的大门被人粗鲁地推开。陆远航穿着那身满是破洞的西装，像条受伤的狗一样摇摇晃晃地闯了进来。他抢过身边记者的麦克风，跪倒在众人面前，面朝我近乎哀求。陈哥，是我对不起你，这衣服是你送我的，你剪烂它也是我活该。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嘴里滴溜溜地转着求你复合，我怎么对他都绝无怨言的话语，话里的茶味像从油画里挤出来的绿色，浓得化不开。我跟他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我爱的只有你，回到我身边好不好？记者们调整机位，镜头里挤满了陆远航那张卖惨的脸。见镜头纷纷转向自己，陆远航在镜头前演绎得更加卖力，煞有介事、声情并茂地摆出极尽哀怨的姿态。我强忍心中的恶心，保持从容大方的微笑，瞪了秘书一眼，暗示他别吃瓜了，赶紧招呼保镖。收到信号的保镖瞬间明白，4个人迅速地上前，抢走了陆远航的麦克风，一人抓着一只把他举了起来。看着他滑稽的样子，我冷冷的一笑，不急不慢地说道：大家见笑了，他是我资助的众多精神病患者之一，在我的长期资助下，他的病情原本有所好转，但遗憾的是，他的妻子在他接受治疗期间给他戴了绿帽子，怀上了别人的孩子。他一时难以接受，受到过度刺激，病情复发，甚至更严重了。病发时会抓着经过他身边的每个女性，臆想成他的老婆、女朋友。听到我这么说，女记者们立刻发出惊呼，拖着机器退了3步。说完，我示意保镖们将陆远航高举着丢出了现场。尽管他一直不断的挣扎和悲愤的惊呼，但无法阻止他被送往应去的地方——精神病院。我举起麦克风，沉声宣布，苏晨科技即将发起全新精神病患帮扶计划。而记者们也很快忘了陆远航的存在，纷纷举起手中的设备，追问细节。秘书匆匆走进办公室，带来陆远航有肾衰竭的消息。进精神病院前需要先做体检，是在那时候发现的。我怕他死在我们手上，就让保镖把他带去医院检查了。秘书怯生生地说：他的病情怎么样？治愈的可能性有多大？我眉头微挑问道。
医生说需要在3个月内找到匹配的肾源，给他做手术，完成肾移植，不然他就要死了。秘书迅速补充回答道。我追问秘书医院肾源的排队情况，他摇头说不清楚，所以我亲自打电话给医院问。目前已经有第107位患者排队，苏总，您有朋友也要排队吗？如果是您的朋友的话，我们可以。电话那头显然会错了意，我出声打断他，没有，我只是随便问问，请你们务必按规章制度行事，苏晨科技只会跟有信誉的机构合作。听到负责人连声说好，我挂断电话，松了一口气。他的报应来得还真快，我心想，陆远航，如果你肯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别再来招惹我，我可以让你平静地走完最后3个月。秘书不合时宜地开口，但他不用排队呀，苏总。你说什么？他说有个叫林瑶的女孩跟他的配型成功了，是他的志愿捐赠者。我白了他一眼，然后痛心疾首地扶额。你怎么不早说？秘书眼神清澈又困惑地盯着我，我无奈地挥了挥手，让他退出了办公室。秘书敲开了我办公室的门，脸上写满了紧急和不安地看着我。我淡淡抬头，示意他说话。苏总，陆先生要跟林瑶结婚了，婚礼在3天后。我无声冷笑，心想这小姑娘还挺八卦，都扒到我头上来了。陆远航的事与我何干？去捉奸了，苏总。秘书急忙答道。我不禁觉得好笑，从抽屉里取出报社老板的名片，跟他说，明天去这报道，就说是我推荐你去当娱乐八卦板块的记者。扑通，他猝不及防趴倒在我的脚边，开始嚎啕大哭。老板啊，我喜欢这里，不要让我走，我求求你，求求你，不要让我走啊呀呀呀！我被他吓了一跳，连忙蹲下想将他扶起，扶了2下，扶不动，于是我也趴下。我开玩笑的，你听我说，我开玩笑的，不让你走。闻言，秘书眼泪汪汪地抬起了头。真的，真的，真的不能再真了。我满眼真诚。好不容易安抚好秘书，我给他递了2张纸，将名片收回了抽屉。不过既然林瑶用假怀孕来骗我，我倒是应该给她还一份礼。听到我这么说，秘书突然2眼放光，但终究没敢说什么，悄悄退出了办公室。婚礼的钟声如期敲响，林瑶和陆远航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我在办公室轻轻转着手中的笔，透过视频电话沉浸在这出远处舞台上即将上演的戏剧中。我并未去婚礼现场，而是派了那个总是红着脸怯生生看着我的秘书，让他去布置了一切。他该能享受这热闹非凡的一幕吧，我想也算是给之前吓唬他的赔礼了。婚礼上，鲜花和掌声铺满每一个角落，新人在台上交换誓言，乐声在礼堂中缭绕。宴会达到高潮时，新郎新娘举杯。突然，一幅巨大的画轴被高高展开，那是林瑶的整容前后对比照片。周围人的喝彩声立即化作哗然一片。林瑶一愣，面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翻红，身体立刻呈大字形撑开，妄图用身体遮挡观众的视线。陆远航则冲上前，试图撕毁这张我精心挑选的高清照片，但我怎会让他如意？只是特制的合成纸，撕不开，刮不花，就连画轴上的绳子也坚固无比。诸般尝试无果后，陆远航僵在了原地。他望着挂画，仿佛在想，这是哪门子的喜婚？而林瑶则紧急地寻找藏身之所，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婚礼现场演变成了一场
捉迷藏。原本的浪漫氛围被这滑稽的一幕打破，宾客们或捂腹大笑，或轻轻摇头。一时间，婚礼变成了即兴喜剧的舞台。秘书则假扮成工作人员，假装慌乱，跑到新人面前，费尽口舌辩解这是场意外。但他眼神里闪烁着狡猾的笑意，像是个捣蛋后的孩子，幸灾乐祸。最终，这场婚礼也不得不草草收场。新娘的窘迫和新郎的狼狈当仁不让的成了这场小小闹剧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笑料。都已经听到这里了，记得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吧。制作不易，我们故事继续。路远航公司的困境似乎是从那场婚礼开始加速的。随后的日子里，坏消息接连不断，资金链由于一次失败的投资而出现了致命的断裂，接着是合作伙伴的相继撤资，直到财务报告揭露出公司的负债累累，处于即将破产的边缘。他也没想过这是我运作的结果。我曾经把路远航视为最危险的对手，一次次小心地削弱他的公司资金链条。没想到他居然如此迟钝，亏他还自诩市场洞察力天下第一，而我居然会被这样愚蠢又自恋的人骗了3年。办公室里，我轻轻闭着眼睛，深吸一口气，想象着路远航此刻的神情。面对着巨额赔款和手术费的双重压力，却无力回天，他大概是心急如焚吧。不出我的意料，路远航很快就决定要卖掉公司。虽然公司现在已经不值几个钱了，但好歹能让他凑齐手术的钱。我的电话适时地响了，对路远航的公司有收购意向的公司同意了我的收购条件。当然，我并未直接出面，而是通过我的公司间接参与了竞购。我利用一系列复杂的股权转让和商业操作影响了买家队伍。最终，收购他公司的正是我所操控的一个幕后公司。看到我出现在会议室时，路远航的脸都绿了。我清楚地看到他脸上先是闪过一丝不可思议，然后变成恍然大悟，接着便是阴云密布。你怎么会？路远航试图隐藏自己内心的惊慌，声音却不自主地颤抖。我一手轻搭在会议桌上，另一手优雅地托着下巴。路远航，我们就直接开始吧。路远航慌张的目光在会议室中四处游移，好像在寻求一线希望。但座位上的其他股东眼神冷漠，他无处诉说内心的慌乱。一瞬间，他面如死灰，终于意识到这一切的背后都是我的精心策划。好的，苏总。他勉强扯出一个微笑，可那笑容在我充满笑意的眼神的凝视下迅速崩解。台上，路远航的话语断断续续，他的目光游移，不敢与我对视，透出前所未有的无助和懦弱。我轻笑一声，挥手制止了他继续讲下去。你们公司当前的市场策略显然是有缺陷的。他试图收回失态，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坚定。确实，但你也看到了，我们公司有广阔的前景，你肯定不会失望的。价值？我的语调里满是讥讽。陆先生，你的公司现在能值几个钱？在座的每个人心里都清楚。我看到路远航的脸像是被人当众打了一个耳光般迅速红了起来，却不得不努力装出不动声色的样子，强掩内心的屈辱和愤怒。我满意的微微颔首，继续说道：我希望能看到你们更加务实的改进措施。路远航憋出一丝勉为其难的笑容。我们会的，我们会重新评估。最终，路远航近乎祈求一样的结束了这场会谈。看见路远航困兽犹斗的模样，我心情大好地走出公司大楼。还没走几步，
陆远航便怒火冲天地追了过来。苏晨哥，他几乎是嘶吼着，冷不防地一把拉住我，让我差点失去平衡。我眼神一沉，迅速回稳身形，将他的手臂甩开。陆远航，你越界了！陆远航的脸因怒火无处发泄而憋得通红，声音尖锐：“为什么这么做？”他冲我吼道：“你要置我于死地吗？”我冷笑一声，看着他，语调淡漠：“就算你真的死了，也不要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是你自己毁了自己。”他大声质问我：“你怎么可以这么无情？你知道我为了你付出了多少吗？”付出？我情不自禁地提高了声音。你偷卖我的技术，害得我负债累累，又趁火打劫抢走我的公司，让我多年的努力一朝尽毁。现在你居然跟我谈付出？我不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你从来都只会为了自己才付出，而不是为了我。陆远航咬牙：“我到底应该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他的声音里透出一丝绝望，似乎在寻求最后一丝挽救的可能。我微微仰头，目光明锐，已经没有什么能挽回的了。陆远航，你欠我的，我会一一讨回来。你难道就不能原谅我？不能给我一次机会？此时的陆远航眼神中满是哀求。原谅？机会？我摇头不语，嘴角扯出一抹戏谑的笑。陈哥，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但我真的爱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陆远航再次伸手抓向我。这一次，我果断地捉住他的手腕，然后用力推回，送他一记结结实实的肩撞。陆远航的身体狠狠撞在身后的保安栏杆上，透出一声闷哼。陆远航，我用高跟鞋狠狠踩着他的肩膀，屈辱和愤怒驱使他挣扎着想站起来，但在10厘米恨天高的疼痛下，他不得不屈服。我俯身在他耳边轻声说道：“3天之内，我要看到新的资产报告和经营报告，否则你就等着下地狱去吧。”不到2日，装有陆远航修订后的资产报告和经营报告的资料夹就出现在了我的办公桌上。我抿了一口咖啡，拿起这份略有厚度的资料夹审阅起来。条理清晰，逻辑严谨，各项数据一应俱全，看得出陆远航倾尽了他全部的希望在里面。我吩咐秘书拿上早已准备好的合同，坐上了前往陆远航公司的车。我拿着精心准备好的合约文件，冷冷地走进了会议室。上一秒还相谈甚欢的股东们见我进来，立刻不再言语，四周的氛围足以冻结一杯水。你听着，陆远航。我把文件扔到陆远航手中，这是新一轮的合约，仔细看看条款。陆远航接过文件，很快就看出了端倪。合约里，我迫使他接受了一系列极其苛刻的条件：资金回流、知识产权的转让，以及一份严格的不竞争协议。我要彻底击垮他，正如他之前对我做的一样。这不公平！你是在公报私仇？他抬起头，双眼冒火，怒视着我。不，我只是在做生意。我语气波澜不惊。如果你认为这过于苛刻，你大可以不签。我已经准备好将你的选择和你的过去一起带到法庭上。我很清楚，站在生与死的边缘，陆远航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与其被拖入漫长的诉讼战，不如接受眼前的合约。陆远航刚刚还布满火焰的眼睛，很快只剩下灰烬般的绝望。最终，他低头拿起笔，我签。他声音沙哑，带着一种无法言说的悲哀。看着陆远航拿起笔，颤抖地在合同上签字，不知为何，我心里突然有了些许的轻松感。恍惚间，
我看到他紧握着的笔尖变化成宣判命运的法锤，沉重地砸向绝望的他，也砸向我曾经雄心勃勃的过去。陆远航签完字后，我面无表情地让秘书收回合同。很明智的选择。我转身准备离开。等等！陆远航突然起身，语气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陈哥，我很后悔，但你相信我，当时的我别无选择。我没有回头，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后悔是弱者的借口，别无选择也是。手术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陆远航的电话如同雨点般连绵不绝地打来，就好像每声响铃都是他焦急的呼唤。我将他打来的每一个电话一一挂断，没有一丝犹豫。于我而言，这只不过是复仇策略的一环，我要让他在这场心理战的浩博中崩溃。3日后的清晨，陆远航果然出现在我的公司楼下。我快步走近，只见他面色凝重，被路过的员工认出是那天被丢出公司的人，却还是尽力站地笔直，试图保持尊严。钱什么时候打给我？他一把拦住我，声音带着急切的焦灼。主管部门审批完毕后交割，交割完成后我方才能打款。我声音不紧不慢，流露出得意的笃定。我等不了那么久。他的声音微微颤抖，苍白的脸色讲述了他的促迫。陆远航，我们都是成年人，合同里明确写了，收购款等交割完成之后才能到你手上。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了，你知道的。他的声音飙升，吸引了周围更多路人的注意。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轻声反问，眼神中既没有让步，也不带同情。陆远航全身一震，急得几乎要哭出来。求你了，看在我们之前3年的份上，要是没有钱，我可能……我冷冷地打断他。我同情你命悬一线，但不是我推你到绝路上的。他的声音哽咽，露出了几分哀求。我看在过去的份上，你先把款给我。我可能没命等交割了。我冷哼一声。明天晚上来我家找我。我平静地说道，不容拒绝。陆远航准时地出现在我家门前，但我让保镖把他拦在了门外。意识到我在耍他，他一边给我打电话，一边在街上冲着我家破口大骂。我拉黑他的电话，无视他在门外的嚎叫，睡了格外踏实的一夜。我心想，以后也许可以考虑养条狗来看门。无路可走的陆远航，最终只能在我家门口瑟缩了一夜。我睡到自然醒，陆远航果然还没走。我在客厅隐蔽处放好了摄像机，让保镖把陆远航带了进来。在外边冻了一夜，陆远航面色苍白，嘴唇也失去了往日的血色。但碍于要跟我要钱，他满腔愤怒又不敢言。我看着他憋屈的样子，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意，因为这一幕正如我所愿。陈哥，当初那么对你，是我不对。他声音嘶哑，显然是被夜间的寒冷侵袭过。我也是被投资人骗了，他们说只要我把技术卖给他们，就给我钱，让我补齐公司断掉的资金链。我也是想帮你，谁知道他们出尔反尔。他越说越激动。跟林瑶订婚的事，是因为当时我被查出肾衰竭，需要找匹配的肾源。他说只要我答应做他未出世孩子的父亲，就可以捐肾给我。陈哥，我别无选择，但我是爱你的。我微笑着听完他自我感动式的演讲，心里的白眼已经翻到了天上。陆远航，你的演技还真是好。编了一夜，总算编出了一个还像样的借口。要不是最后你成了我的公司的董事会代表，我大概就会信了。说到这，我不禁为他的表演鼓掌。陈哥，
我也是为了保全公司，等你回来。我说的都是真的。我知道没有任何话语能够弥补我当初的所作所为。未等他说完，我挥手打断了他。陆远航，省省吧，你当初的选择已经证明了一切。我的声音不带感情，却透露出些许不耐烦。陆远航还想反驳，却终究没有任何话语能从喉咙中挤出。他沉默了一阵，然后开口：你说会给我钱呢？真想要那笔钱？我玩味地说。那就吻我，就像从前那样。他困惑地眨了眨眼，有1秒钟的迟疑，然而终究还是在压力下闭上了眼睛，渐渐轻身靠近我。然而就在他的唇即将触碰到我时，我猛地站起身，胳膊抡圆，用力甩出巴掌，洪亮的响声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你真以为我会接受你那恶心的吻？我咬牙切齿地吐出这些话。陆远航倒退了几步，脸上的巴掌印清晰可见，双眼中充满了不敢置信的怒火。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耍我？陆远航失控地大声吼道。我就是耍你，你能怎样？陆远航怒极，所有隐忍终于溃堤成怒，一巴掌朝向我的方向挥来。我早已预料到了他的举动，身后的保镖立刻出手制止了他，瞬间便把他按在了地上。你到底想怎样？陆远航趴在地上，激进咆哮，眼睛里似乎有火焰在熊熊燃烧。我决定给你举办一个小小的告别会。我冷漠地回答。就在今晚，为了庆祝这场成交告别会上，我会公开给你项目款，让所有人都知道，跟你不一样，我是守信的。陆远航瞪着我，眼里的火焰仿佛能把我烧成灰烬。你这是不是又在耍我？我坐回沙发，摆出一副胜利者的架势，傲慢地回答：你可以不来，我只是想要个见证，把钱交到你手上，让所有人都看着我们之间收场的那一刻。说完，我让保镖把他丢了出去。我包下了张市最大的酒吧，来给陆远航办这场告别会。我邀请了他所有的朋友、合作伙伴，当然也包含曾经的下属们。告别会的现场充斥着紧张与激动交织的气氛，所有人都好奇我会如何向陆远航发难，目光聚焦在主座上。在那里，我则掌握着宴会的节奏，而陆远航则勉力维持着他那最后的尊严。音乐缓缓停止，我举起手中的香槟杯，微笑着递给陆远航，声音透着一股不容拒绝的命令：喝，陆远航，这可是独属于你的大日子。他似乎很是不情愿，但在一众目光的注视下，陆远航迫于形势，只能接过酒杯一饮而尽。为了纪念你的离开，你可要多喝些，毕竟今晚可都是为你准备的。我将手中的香槟杯一次又一次地举向他，而陆远航只能逼迫自己咽下眼前这些象征性的敬意。随着宴会的进行，陆远航的面色逐渐涨红，眼神也渐渐迷离。我并未停手，仍笑意盈盈地不断敬酒。终于，在他摇摇欲坠地跌坐在地上时，我又端起新的一瓶酒，递到他的面前。我挑眉示意，语气依旧平和，但带着不容回绝的威严。为了那些已经过去的日子，来，把它都喝了。他结结巴巴地开口，伸出手试图拒绝。我已经够了，苏总，我喝不下。我的嘴角扬起，并不打算让这场戏就此落幕。我敬的酒，你也敢不喝完？我站起身，手掌用力一翻，将瓶中的液体毫无预兆地洒在他的头顶，酒水铺天盖地而下，浇透了他的头发和褪色的西装。会场顿时哗然，
有的人震惊，有的人窃笑。陆远航扶着椅子歪歪斜斜地站起身来，狼狈万分，酒液混合着他的怒火与羞耻从他的面颊流淌下来。他摇摇欲坠地站在那里瞪着我，愤怒和无助裸露在每一个在场者的眼前，而我则享受着这愉快的一幕。没有人能质疑我的决断，没有人能质疑我的权威。透过陆远航被酒精与屈辱淹没的眼睛，所有人都能读懂我的讯息，挑战我，等待你的将是10倍的报应。随着陆远航愤怒的离去，晚会继续，人们纷纷上前跟我敬酒，话题继续转移，但陆远航那沾满酒水的憔悴身影成了所有人津津乐道的一幕。手术最后期限的前1日，陆远航的心情已经危如累卵。这段日子里，他找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借钱，但愿意借给他的人寥寥无几。我掐着日子给他发去了信息，内容简洁而直接，审批已过，立刻来公司交割，拿尾款。你是不是又想？没等他说完，我径直挂了电话。陆远航急忙赶来公司，快速穿过了他熟悉而冰冷的长廊，全然没注意到公司多了一分异样的匆忙与紧张。推开会议室的门，陆远航的视线死死地盯着我。我静静地坐在长桌尽头的位置，手中搁着那份他梦寐以求的审批文档。你来了。我的声音在宁静的会议室内显得格外清晰。他没有答话，只是急切地走上前，眼神中充满了期待。审批，我能看到吗？他语气兴奋而急切，似乎每一个字都颤抖着。我将手中的文件递过去，全部批准了，没有任何问题。抓着文件的手微微颤抖，他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来。那一页页的官方印章与签名，对他而言就是救命的稻草。陆远航眼中的光彩又重新燃起，像是从阴霾中看到了一线阳光。苏总，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我站起身，面带轻笑。别急着谢我，我们俩的账还没算完。荧幕突然亮了起来，开始播放那天他试图吻我但被我一巴掌打断的画面。看看这个男人，明明已经结婚，居然还想对我做出这种事。陆远航愣了一下，随后拳头紧绷如石，声音高昂到几乎是呼喊。不是这样的，这都是他。还未等他说完，荧幕紧接着又开始播放2年前他跟资方的私下聊天记录。谈话的内容中，他当初是如何与投资人勾结背叛我，又如何倒卖公司技术的，全都在上面一目了然。铁证如山，陆远航突然如弹簧折断般一下跌坐回去，眼睛里的烈焰忽地熄灭，只剩极度的疲倦和无助。你究竟要什么？陆远航的声音嘶哑，咽了口唾沫，艰难地吐出了字。我站起身，一步步走到他面前，几乎可以感受到他的颤抖。你猜？剩下的话，去法庭上跟法官说吧。陆远航因为涉嫌盗取商业秘密罪被逮捕。听说他没能坚持到警局，在被押送的路上晕倒在警车里。我让秘书把钱送到了医院，毕竟我是不希望陆远航死的。他的余生应该在寂静的牢房中踩一辈子缝纫机才对。陆远航最后还是死了，因为林瑶跟他的肾脏配型失败了。真是擅长 P 图的女人啊，我心里想。不难想象，最后一刻他发现他一直是骗他的时候，心里有多绝望，大概会想千刀万剐了林瑶。可那又如何呢？陆远航死了，就没人知道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了，真是高明的手段。不过听说丧偶的话，夫妻共同债务可以由存活的一方偿还。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